嗨，大家好啊！去年孩之宝 Mobile Legends 游戏宇宙的产品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那今年的游戏线产品来了，第一波是来自于漫威争锋的6款角色。那我们今天先来分享蜘蛛侠还有冰叶花雪的双人套。看一下包装啊，包装风格非常的简约了，黑黄打底，下方游戏标题、人物名称，侧面的话是人物的插画，还有专属 logo。这边冰叶花雪也来看一下啊，顶上的话也是一个 logo。背后看一下2张插画，下方是这一波的6名角色，中间2名角色的简单介绍。那么这个套装表现如何呢？我们来开盒吧。先来看一下蜘蛛侠配件的话，有一对握拳手型，一个右手的蛛丝发射手型，一个左手的爬墙手型。看一下主体啊，素体看一下结构跟高级素体就完全不沾边了，最低档的配置啊。不错的地方呢，可能就身形还可以吧，身上的纹理做的也还不错，但是它的蛛网纹理呢又是印刷上去的。这个熟悉孩之宝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它是为了后续重涂方便就这样做了。背后细节看一下啊，那整体蓝色部分的纹理还是做的可以的，其他就没有什么可以过多说的了。看一下可动吧，头部转动，低头，抬头，手臂平举，蝴蝶关节向前基本上没有，向后是有一点的。转动，手根部，手臂折叠，手部翻动，转动没有问题。下腰的幅度很普通，后仰，平转腰，腿部前踢，后踢一点点，侧踢，大腿根，膝盖，脚部接地，看一下，那可动大概是这个样子了。这款蜘蛛侠的高度呢，差不多 15.7 厘米。那么来跟孩之宝的崭新之日蜘蛛侠，还有布鲁克的漫威争锋蜘蛛侠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现在该我闪亮登场了。冰叶花雪采用了非常流行的不对称设置啊，一黑一白的握拳手，还有一对开掌的施法手型，一个非常巨大的雪花道具，用的是透明剑。那么在一端呢有一个 C 扣啊，你可以卡到冰叶花雪的手臂上，去做出一个施法的状态啊。这个配件还是蛮有意思的。双头雕配置，这个角色的造型还是蛮有特点啊，双色的头发，2颗眼睛也是异瞳的，一边橘色一边绿色。角色的造型还是比较偏日系风格那种漫画美少女的造型了，可以看到孩之宝作为美式品牌还是有尽力再去做了，像是比较放大的瞳孔，爽朗的笑容，整体的脸型也比较清秀一点啊，头发相对也是比较日式的那种造型了，个人觉得做的还是可以的。看一下人物的主体啊，完全就是一个时尚小美女了，也挺符合她 K-pop idol 的身份。2015年，韩国游戏公司网时推出的漫威未来之战中呢，她作为游戏特供英雄登场，没想到10几年来人气飙升啊，已经成为了新生代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漫威女性英雄，也可以看作是 K-pop 文化流行全球的一个小缩影吧。看一下，那造型方面呢，自然是走的韩流文化那一套了，很多经典的小装饰啊，非常细。重点就是突出一个小并且精致啊，背后一个雪花符号加上月亮。这款也可以说是 Mobile Legends 里面非常特别的一款女性角色，以前都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做过啊。手臂很纤细，上方还有套环的小装饰，这边也是。手臂这边看一下，项链、脖环、夹克上面细节也很多了。那可动性呢，大家就不要过分期待了，这款明显是外观挂的啊。来看一下可动吧。头部转动，低头，抬头基本上没有，左右一点点，手臂平举，转动，手根部，手臂2段折叠，非常的紧，手部翻动转动，下腰是基本上没有，后仰一点点，左右一点点，转胸可以的，腿部前踢，造型干涉。后踢也是基本上没有啊，侧踢还不错，大腿根，膝盖，脚部接地，可动大概这个样子了。
这款冰月花雪的高度差不多 15.5 厘米，那么来跟孩之宝的黑寡妇还有布鲁克漫威争锋的隐形女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简单总结一下啊，这个套装呢是典型的1带1那种模式啊，用一个人气角色去带动一个没那么知名的二线角色。正是因为蜘蛛侠有绝对的人气地位啊，所以他在这个套装中可以说是彻底的摆烂啊，配件稀少，结构过时，没有任何的诚意，仅仅是完成一个任务啊。相反，另外一款呢，我倒是可以看到些许诚意的，从配件啊，从头雕日式化的那种尝试啊，都是蛮新颖的。综合下来呢，我只能说这个套装算是中规中矩吧。好的，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啦，谢谢观看，再见。